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我上一集影片讲到，美国无底洞穿越异世界，梅尔洞 Google 地图全黑，政府即封锁，真相曝光。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美国一名男子声称，他知道金字塔的秘密，但是他身材瘦小，但徒手盖了一座1000吨城堡。有人形容这是外星人盖的建筑，因为从结构到材质都无法用地球科学解释。当年曝光的片段当中有一个诡异之处，在城堡周围会出现一个神秘的黑盒子，传闻外星科技藏在黑盒子当中。埃及金字塔和美国珊瑚城堡相隔千里，竟然出现神奇巧合，珊瑚城堡内的所有结构都跟金字塔一样，无法用地球上的建筑工法来解释。独自打造珊瑚城堡的男子说，他是地球上唯一知道金字塔秘密的人类，同时他也掌握古埃及人如何搬起10吨巨石的千年谜团。The strange thing about Giza Pyramid is that the sides of the square base are closely aligned to the 4 cardinal compass points based on true north. That Coral Castle itself is perfectly aligned with the 4 compass points based on true north. 明明只有小学毕业的爱德华没有科学背景，也没有天文望远镜等设备，到底要如何知道地球上的正北方确切位置，还要做的跟金字塔方位一模一样。更夸张的是，在珊瑚城堡里面有一颗重达58吨的巨石，是埃及金字塔最大石块的2倍重。身高只有150公分的他，身形非常瘦小，竟然能独自搬动，因此珊瑚城堡也被称作是外星人帮忙建造的地球建筑。Ed was saying with this stone, I know the secret of Stonehenge. And at the 30-ton stone that Ed put up there, he left a marker on top with a configuration of 3 stones. And if you look in the heart of the king's chamber in the Great Pyramid, you'll see this exact configuration of stones. 金字塔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每一块巨石之间没有发现任何粘住剂，但石块却能紧密结合，毫无缝隙。爱德华的珊瑚城堡竟然也能完美复制，石块之间不止纸张穿不过去，密合程度比金字塔还要厉害。The stones are fastened together without mortar. They are set on top of each other using their weight to keep them together. The craftsmanship detail is so fine, and the stones are connected with such precision that no light passes through the joints. 世人最好奇的千年谜团，就是古埃及人到底如何切割搬运巨石，还能堆叠出庞大建筑。专家试图从珊瑚城堡中找出金字塔的天大机密，真的有外星势力吗？直到专家从这一扇9吨重的旋转大门中，疑似找到了不存在地球上的外星科技。When the engineers took the door down, they saw that Ed had not only modified simple car parts like axle shaft and ball bearings of a 1918 Ford truck, but had also used a strange circular stone at the bottom. 这颗怪异的圆形石头，大小跟飞盘差不多，照理来说，应该无法承受9吨重的巨石重量。建筑师只好把这颗圆形怪石拿进实验室里化验，看看能不能找出真相。This is not a meteorite, but the origin of this stone cannot be determined. The materials are not of this earth. 想到越调查越离奇，它既不是陨石，也不是地球产物，那它到底是什么？直到现今科学如此发达，关于这颗原石的真相还是无法解开。但奇怪的是还不止如此，另外一个难题出现在大门的精准切割。9吨重的旋转门，不只像是用镭射笔直切割，也与门框异常密合，只要多出1小寸，整扇门就关不上。建筑师不相信这些高超工艺会出自一位毫无工程背景的男子之手。
于是研究人员决定把大门拆开，仔细研究之后再装回去。没想到这一拆，发现了更惊人的真相。The engineers put the gate back. You know what happened? It got stuck and did not move. 连专业人员拆完之后都装不回去，也无法重新让石门转动。于是大家开始怀疑，难道他真的知道金字塔的秘密？爱德华说，秘密就藏在这一个神秘的黑盒子里。常常有很多照片里面，就是上面都有一个奇怪的黑盒子，而这个黑盒子他自己又喜欢讲，我已经有办法把重力变成磁力，变成引力，我可以改变它。We believe that black box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how he got these massive, heavy, brittle pieces of rock up in the air in a way that no one can duplicate. 根据爱德华口中形容的黑盒子就像一台供电器，科学家也在城堡内发现了磁感应线圈等零件。神奇的是，这些装置和埃及金字塔内的发电机理论一模一样，都隐藏着某种神秘的电力应用技术。房间里面有找到他一个笔记，那个笔记竟然讲很奇怪的名字，叫做磁流。然后他呢，他的学历只有小学4年级。1951年，当时爱德华已经64岁，他似乎还能预知自己的死亡日期，在死前3天，默默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就独自前往医院。3天后就在梦中去世，直到死前都不肯透露反重力机密。因此珊瑚城堡之谜至今也无法解开，但这也让世人看见地球上真的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外星科技。1989年，日本的北海道发生了离奇的 SOS 山难事件，一名男子在登山过程中突然消失，留下了庞大的 SOS 求救讯号和一卷神秘的录音带。更离奇的是，在录音带的第2分17秒，也出现难以解释的超时空现象。1989年，北海道发生一起著名的 SOS 山难事件。36年过去了，唯一的线索是3个大字 SOS 和一个装满动漫卡带的背包，没有凶手，没有山崩，成为日本史上最离奇的山难事件。时间回到1989年7月21日，2名在东京药厂工作的员工决定攀登北海道的旭月山。因为不熟悉路线，在山里迷路了原定的下山时间，却没有看见2个年轻人。于是当地旅馆老板决定向警方报案，救助队立刻派出直升機地毯式搜索，竟然非常迅速的升空，几分钟后马上找到了2位年轻人。そこには倒木で作られた1.5メートルはある巨大な SOS の文字。報告を受け現場に急行する地上班。SOS 文字から北東に 1.6km ほど離れた地点。这么聪明的求救方式让搜救队忍不住称赞。年轻人排大字的举动救了自己时，这才发现原来山里面还有人求救。年轻人呢安然无恙，对，只是身体虚弱，还好。然后上了飞机之后，一直跟救难人员说谢谢谢谢。就救难人员说，哎呀，其实啊，你们也要谢你们自己啊，对，能够排出这样的 SOS 啊。2个年轻的制药员工听那个搜救员说完，脸开始扭曲，开始出现好奇，我们没有排 SOS 啊。那 SOS 是谁排的？搜救队第一直觉认为山里还有人，把2名年轻人安置下山后，立刻飞回 SOS 的地点再次搜寻。当直升机2度靠近的那一刻，搜救队惊觉这恐怕不是一场普通山難。捜索開始からわずか数時間後、SOS 文字のそばで遺留品を発見します。バラバラに散らばった人骨の破片。そばにあるリュック。その中にはカセットテープ4本とテープレコーダー。这具遗骸又是谁 ？SOS 求救大字会是他排的吗？赶快将遗骸送检，先确定身份，才能解开谜团。由于遗体十分娇小，警方一度以为死者是女性，直到最后鉴定结果出炉后，才判定死者为男性 A 型血。在比对身份后，确认这副骸骨是5年前失踪的来自爱知县的25岁男子。25岁年纪轻，又是男性，推测当时的体力应该可以排出 SOS 的大字没有问题。但验尸报告出炉，证实这具遗骸绝对不可能排出 SOS 在他的遗骸。发现腿骨有骨折痕迹，说明他当时是受伤了。他很难做出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奇怪了。好端端的，为何爬山爬到一半离奇死亡？法医推断，
依照全身多处骨折的情形下，人体是无法搬运树干。更毛骨悚然的是，组成 SOS 字样的树干总共有19根，一个骨折的人连一根树干都搬不动，这19根树干究竟是谁放的？SOS 的19棵白桦树，每棵直径都是在10到15厘米，而且都有干净利落的削砍痕迹。砍完之后，还需要将树干拖到100米开外的平整空旷的地方搭建 SOS。如此强度的工作量，即使是一位经验丰富、体力极好的人，想要完成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根白桦树干最少有600公斤重，独自一个人是绝对搬不动。经过调查，距离 SOS 地点最近的白桦树竟然远在100公尺外，不禁让搜救队怀疑山里面还有别的东西，而这个生物极有可能不是人类。警方开始从遗体旁的背包助手调查，里面的4卷录音带中竟然出现了超时空要塞和鲁邦3世，其中超時空要塞就在讲述外星飞船坠落地球，出現一種比地球人高出5倍的高智商生物。はアニメの主題歌やラジオ番組。これでは新たな手がかりは得られない。そう思ったまさにその時、テープから突如男性の悲痛な叫び声が流れます。录音带的2分17秒突然传出男子撕心裂肺的求救声，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警方将录音带给死者家属听，家属肯定地说这绝对不是死者的声音，但搜救队把整座山都搜遍了，并没有发现其他人。莫非发出求救讯号的根本不是人类，会跟超时空文明或外星生物有关吗？巧合的是，除了日本 SOS 山难，36年后2025年又有网友发现美国洛杉矶也出现诡异的巨型求救字样。Mystery baffling the nation. This disturbing satellite image is going viral today. Is somebody spelling out a plea for help? 只要在 Google 地图上搜寻 LA 的 North Mission Road， 就会出现英文单字 help。 根据旁边的轿车比例推测，求救字样至少有20公尺宽，相当于5台轿车的长度，数量将近有20个之多。为了找出真相，有记者前往现场，直击赫然发现 help 出现的地点根本被层层铁丝网围住，像美国禁地一般，民众根本进不去。谁被美国政府关在里面？又是谁在向其他地球人求救？ It looks like a dilapidated railroad yard, but it's only from the air that you can see the words spelled out clearly. Help, over and over. Was it an urgent SOS that something sinister was happening here? 大大小小的 help 求救字样最早出现在2022年。根据记者私下采访，洛杉矶民众表示，这些字样会一夜间瞬间出现。人类有办法办到吗？就在 help 发现的5天后，美国西岸的公路上也出现巨型的求救字样。同一条公路上，过没2天又出现了新的求救讯号，他到底是谁？ 日本、美国接连出现诡异讯号、神秘字样的制造者，真的是外星生物留下的轨迹吗？唯一知道真相的日本男子已经把真相带进坟墓，只留下一堆未解谜团，等待揭开的那一刻，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至今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成就是否背后都有外星助力，留给众人想象空间。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让这起世纪悬案多了分想象空间，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